嗨，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最近我会来聊聊一些我的吹奏上的经验与这几年在教学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也分享给你，希望对你吹口琴有帮助。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8度和声。那8度和声的动作非常简单，就是你的嘴巴打开，舌头放在中间。好，你会发现你的左边跟右边低音跟高音的地方分别会有一个可以听到的声音跟你气可以出去的地方。好，这是你的嘴巴，这是你的舌头，就这么简单。把这个嘴型放到你的口琴上之后，你再去调整你的嘴巴的宽度，跟你再去调整你舌头要不要再往前盖多一点，或者是往后缩一点，这些都是你吹奏上的时候再去调整即可。好，那我们在吹奏8度的时候，我个人比较习惯使用的嘴型是我的上排牙齿会咬在上个盖板的地方，那我下排牙齿会在吹嘴与盖板之间的这条缝隙。好，这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的嘴型。那也有一派人是不会去咬到盖板的，他们会用嘴唇去接触这个口琴。那两种方法在国内都有非常顶尖的演奏家使用，所以你可以选择一种你觉得舒适、觉得容易演奏的即可。8度在演奏上，你需要用耳朵去分辨你吹出来的东西是对还是错。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是8度这个音程，它听起来是和谐的声音，它是一个很和谐的声音。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干净，那可能就是错的。那接下来我示范几个8度的声音给大家听，好，你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什么。8度的这个吹法，在每个音域实际上你操作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只要把中音练好，基本上你吹到低音、吹到高音，它都用相同的方法去演奏它就可以。好，那8度你在练习的时候，你耳朵一定要打开，你要去听一下这个声音听起来是正不正常。好，如果你今天嘴巴打开是这样，你舌头靠左边放，那你会听到就是只有高音的声音。那你就会感受不到它是一个8度。那相反的，如果你舌头太偏右边，你就会只有听到低音的声音，那它听起来也不是一个8度的声音。如果我今天舌头靠左边放，它听起来会只有高音的声音。哦，它听起来就不是一个8度的声音。如果我今天舌头靠右边放，那它听起来就只有低音的声音。所以这个要靠你的耳朵去分辨，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和谐的声音。8度的练习就跟我们一般吹单音一样，所有单音可以吹到的谱，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拿来做8度的练习。从我们一开始接触口琴所练的儿歌，例如蝴蝶，例如苏珊娜。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拿来做8度的练习，只要它可以吹单音，基本上你都可以拿来练习8度。好，让你的嘴巴习惯这个嘴型，然后让你舌头习惯这个位置。只要你上手了，基本上就是剩下的就是单音跟8度的嘴型转换的问题，瞬间嘴型转换的问题。等到你把音阶练熟之后，8度的这个音阶练熟之后，你就可以加在你的曲子里面。那接下来吹一个小片段，这首曲子在我之前的频道里面一样的月光开头，好，有一段是用8度演奏电吉他的部分，好，吹给大家听。初学者在练习的时候，记得不要用哆这个音来练习。哆瑞咪发嗦的那个哆，不要用这个音来练习，因为半音阶口琴上有太多的哆，你会很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吹哪一个。所以我非常非常建议你从咪开始往上走，咪发嗦拉，咪发嗦拉这几个音去练习你的8度的嘴型。那另外一个小技巧，吹气与吸气，我会非常建议你吸气的时候嘴巴稍微宽一点。好，吹气正常，吸气稍微宽一点，因为我们人在吸气的时候，很容易嘴巴会往内缩，缩了声音就会不好听，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微有一点簧片震动不是很完全的声音。那如果你今天在吸气的时候，嘴巴稍微宽一点，它听起来音色会比较固定。这也是我常常在演出时候所用的技巧，因为演出你透过音响，如果你的声音有一点点不准确，那它就会被音响放大，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难听的声音。为了确保自己可以在台上有很好的状态，你一定要先把这些小技巧都练起来。那也把这个技巧分享给你。8度这个技巧，它可以改变你的音乐的丰富的程度，改变它的层次，最重要的是你的声音也会改变。不要觉得它很难，它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练习单音的样子是一样的。最后，这个影片如果有帮助到你，你也可以分享给许多跟你一样热爱吹口琴的朋友，让他们一起学习新的技巧。我的频道也有许多我吹奏口琴重奏的影片，你们可以去看。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我们下次见，拜拜。